伊朗事态真的严重了，史上最失控的暴力、血腥的抗议跟镇压。同一个时间，我们看到了美国的末日飞机，半个多世纪来第一次降落在洛杉矶的民用机场，它意味着什么？它正在演练核战一旦爆发，确保指挥系统不被斩首吗？我们带您看到现在伊朗乱到什么程度？伊朗女子用一根烟、一张海报告诉全世界，这一场抗议已经全面失控。会不会里应外合？现在就等川普出手了。1月11号，白宫呢在平台 X 简短发了一个贴文，它开头呢就说我们有3件事要说：一，愿上帝保佑我们的部队；二，愿上帝保佑美国；三，我们才正要开始。然后再配上了观众朋友看到这张照片，美国总统川普出访美军基地，然后呢他情绪激昂。双拳紧握。那川普有个铁杆议员叫做葛拉汉，他在演说的时候呢，他突然就惊爆说，可能就在今晚，要干嘛？他有那些消息吗？对啊，难道就是要开始开轰伊朗了吗？好，中博我就问哦，就说你刚开始在一路堆叠，开始披萨指数又飙升了，又要出大事了。那我就问，川普真的会在这个时候趁你病要你命吗？非常内部的情况到底有多乱？真的非常有可能，真的是病了，病的是病入膏肓了。你看一下，伊朗现在呢，他们不断的用血腥镇压这些民众的抗议，来镇压这次的伊朗之春。我们现在来看他们伊朗的街头，你刚看到那些民众自制那些燃烧弹或者是汽油弹，那已经是司空见惯、普遍的一个街头角落了。最让人恐怖的是，现在民众他们面对军人完全没在怕，即使军人拿了致命的武器，对他们直接实施重要部位的致命的狙杀，这些民众还是大胆的跟军人在做对抗。你知道现在他们哈米尼政权呢，已经授权所有的伊朗军人可以使用致命武器，而且对于现在就像画面当中那种你直接正面向我军人挑衅的，我可以直接射击你的头部，直接射击你的心脏。所以就有很多的伊朗老百姓呢，是直接被一枪毙命的，而且就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有位妈妈就讲，她说我5岁的小孩竟然在我的怀中活活被枪杀。还有那个老百姓你看像个熊熊大火当中民众呢就不晓得冷不防的，可能旁边就有个军人就直接拿霰弹枪直接一打，他说我被40颗霰弹枪的弹丸打成了马蜂窝。好，人数多到停尸间停不下。你看那个很多的这些抗议的过程这些死伤人数，甚至有些还是黑数。我们把镜头带到了伊朗的医院，这是伊朗的很多的停尸间，直接把那些祷告间都拿来当停尸间了。但还出现一个很恶劣的状况，真是病。你知道他们竟然当局这有人发死难财，说你要把这些家属罹难者的遗体领回去，你要给我22万呢。你今天杀无赦，你最血腥的镇压，你杀了现在听说不是报道你看到的超过500人，可能以数以倍，快2000多人已经死亡。你现在是掳尸体来跟人民要钱是啊，俊相，你这一场伊朗之春不就是因为饥饿以及你的专制，所以才导致人民上街头抗争？那你有没有把人民吓跑了呢？怎么可能吓跑？我告诉你，现在如野火燎原般的，所有的民众通通上街头，哪怕你伊朗当权者呢，直接用断讯的方式，你断讯我照灯。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所有的民众就直接把他们的手机拿起来，打开手电筒模式那个整个人龙照亮，哇！这个远眺镜头，你就可以看出那个人绝对是至少数万人站满了这条街用人龙照亮黑夜。老婆再看那个灯海，我没有网络，我连不上网，可是我有灯光。这个铺天盖地的萤火虫般的燎原，你看看这个灯海，好可怕！它预告着什么？预告着人民跟你死磕到底。中博，你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呢？我告诉你，你跟我死磕到底，那我老百姓也是直接把命豁出去。大家要晓得，这个伊朗呢，它是什叶派的国家，是伊斯兰共和国，它伊斯兰教是至高无上。你要是敢烧他的清真寺，你要是敢违反他的教义，那一定是杀无赦。结果现在，这真的是自1970年代之后从没看过的画面，清真寺被火烧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惹火了民众，
那种民众的野火燎原，什么都敢做，你绝对没有办法与老百姓对抗的。你有杀不完的枪，杀不完的子弹，我直接把你清真寺给烧了。这就是对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教至高无上的最高挑战。你去看哦，抗议者不但烧你清真寺，他还扯下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旗，大胆呐、他们什么都豁出去了。这又如何？不但我要大胆，我还把你撕成碎片，再烧什么哈米尼的肖像啊？清真寺纵火焚烧，示威者烧了之后还敲打欢呼。再给你看一个很惊人的镜头，就是你会看到那些伊朗的军人呢，骑着摩托车，他们想要在街头当中与民众来一个游击战，结果呢，抗议的民众直接肉身挡车。就坐在那些机车骑士，我刚已经讲了哦，哈米尼当权已经下令军人是直接可以击你要害的哦，他没怕着，没有在怕的，没在怕的。Over my dead body， 示威者对 Over my dead body 无畏蹲坐在马路中央，肉身驱挡机警部队的前进，可见这场抗争越演越烈，已经到了野火燎原、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什么这一次会这么失控？而且他居然提供了川普可能趁你病要你命去攻打伊朗的条件，为什么？饥饿、愤怒、爆炸性通膨。我们来看一下，伊朗他也知道，所以他现在也有一点想要软硬兼施。不然这样好了啦，你们既然都通膨，你们既然都没钱买吃的，我每个人发美元平乱，发几美元？7美元。210块台币，你能干嘛？对，伊朗人现在过去你可能会听过什么叫做平民百万富翁，现在有新词儿了，叫做最穷亿万富翁。怎么回事？原来啊，物价通膨，我刚才说爆炸性通膨，通膨到什么？通膨到很多有在伊朗买房子的人，他发现他伊朗的房子暴增了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来到了100亿伊朗币。什么概念？我一间房子100亿，大家都亿万富翁了，很有钱嘛，对不对？他说有钱有个用啊，因为这样的房子是有行无市，根本没有人会跟你买，因为大家都没有钱买啊，我也不能卖啊。好了，那些有亿万价值的那些房产的业主呢，那些老百姓说，可是呢，你知道我多穷吗？我穷到我连5公斤的肉我都买不起呀！现在发7美元，你是在给发心酸的吗？好，我们今天中国带我们看了这么多失控的现场，导播，我们来看这张照片，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张照片，也保证会是今年最重要的年度照片。一个伊朗女子，一根烟，一张海报。为什么引发全世界全部炸锅了？观众朋友看这个画面，绝对是踩在你哈米尼痛点中的痛点。我们再看一次，不但我烧你哈米尼的照片，这位妇女朋友她是没有绑头巾的。来，我细说从头。我刚说了，伊朗是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教至高无上。伊斯兰教有一个叫做强制头巾法。他绑头巾了吗？他没有，他直接告诉你，你过去对我女权的打压，我把我的头巾拿掉，我头巾拿掉，我恨的就是你哈米尼怎么会这么专制？你们这种政教合一，我直接把你给烧了。观众朋友看到这张照片，刚刚主持人说有可能是年度最佳照片，这不是唯一的一个哦，这不是偶尔为之，这是随处可见，很多妇女朋友都在做现在这样的事情哦。好，你知道我刚讲到历史，我们就回推，其实在1970年代，你知道1979年。这个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也就是伊斯兰教掌权之前的伊朗是什么模样吗？是男女平等，是父权没有被打压，是一个我们讲的民主开放的国家。你看那个画面，街道上面那些女性，自由的空气如此的清新，这个是伊朗。你要是不讲，我还以为这在哪里耶？你会以为是西方社会，对不对？没错，当时在1970年代，伊朗曾经是中东最西化的国家，女孩子哪有什么强制头巾法，哪有什么一定得绑头巾啊？都是男女平等。你看那张照片，我给俊相看一下。是，你看他们穿的短裙、马靴、凉鞋。这都是现在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教绝对不允许，抓到就可能是乱石打死，或者是直接就给你埋了。现在居然变这个样子了。所以我想讲的是，当年的伊斯兰以德黑兰为例，是西方城市女权至上，伊朗的 GDP 像火箭一样一飞冲天，仅次于亚洲的日本。可是如今呢，就是因为伊朗民众面对强烈相对的剥夺感，引爆伊朗之春的导火线。
好，我们看到这里，如果这一场失控的抗议跟血腥的镇压是川普出兵伊朗的讯号的话，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打呢？大家别误会了，真正的主角会是以色列。大家要问，那美国你现在怎么频频屯兵中东？你要做什么呢？简单，他做一件事情，负责控场，盯住中国，盯住俄罗斯，手伸不进来。最后我们就要问，攻打伊朗现在还剩下多少时间？其实过往啊，美国对于伊朗的政权是非常有意见，甚至呢一直怀疑说啊，你这个伊朗啊有用这个所谓的核设施要制造核武。但是现在呢，你看到国外媒体就报道说呢，川普现在更在权衡呢各种政权更迭的手段，意思是什么？你知道，我对你有意见的国家，你这些领袖不要以为我对你没办法。是马杜洛的状况，你看一看，我甚至有办法把你给换掉。结果呢，现在连川普他自己也在讲说呢，他在最近接到了伊朗领导人的电话，说呢，想要安排这个双方能够会面。惊哦，惊就好哦。所以川普说会面要干嘛？他们想要谈判啦，而且我认为他们厌倦了被美国痛击，伊朗想跟我们谈。但现在呢，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大家会觉得说，你要谈这个所谓的会议的话，要谈之前，难道美国都不会有任何动作吗？他就说什么？他说呢，在会议真正举行前，我们可能不得不先采取行动。好，我们现在看到你要采取什么行动？如果美国要痛打伊朗，会怎么打？起风了，我们来看看。多大的一架重装的运输机，居然已经从德国开始起飞，目的地就是往中东去了。所以大家就发现到，其实，在作战里面啊，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啊，对，后勤补给要先到。要打了吗？现在就发现到美国空军叫西腰拐的这个运输机已经从这个德国飞往中东。就像你画面上面所看到，这个运输机开过去，你会发现后面的飞机啊。好像小玩具一样啊，因为它真的非常的大，而且呢，现在疑似说呢，是不是将这个所谓的弹药啊，都先运往这个所谓的美军基地？而且不只是这样哦，像美国啊，有一架叫做末日飞机啊，这个呢，基本上啊，就到今天这个世界大战的时候啊，我在这个飞机上面，我可以掌控所有的这个包含制空或其他行动的能力。而这一架飞机呢，也被拍到，你看哦，画面上面，它是51年来啊，首次降落在洛杉矶的这个机场啊。你帮我们解读一下好不好？这一架飞机51年来超过半个世纪出现在洛杉矶，而且非常特别，它是已经够繁忙的民用机场。这架末日飞机来这边凑什么热闹？怎么解读这件事情跟美国准备要抡起袖子 KO 伊朗有关呢？事实上呢，末日飞机啊，大家又发现到说，它是美国总统啊，在最后危急关头，没有东西都可以使用的时候，还可以在这里下达他最高军事的这样的一个指挥权啊。所以呢，在过往其实很多人就看到这个末日飞机里面，各种精密的通讯设备，而且它也不受到任何影响干扰。最重要的是呢，因为这一架飞机它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一般来说它会停泊在它自己所谓的专属的基地里面。可是你这一次啊，为了这个飞行啊，居然把它这个开到洛杉矶来。最重要的是呢，现在传出来讲说，美国战争部长啊赫格塞斯也坐在这里面啊。那大家就发现到说，其实以末日飞机来说，因为老实讲啊，如果今天这个地球上跟美国各个基地发生状况的时候，那你要在空中飞行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作为这个所谓的指挥中心使用，在没有加油的情况下，可以连续飞行12个小时啊。最重点是什么？连续飞行12个小时，你不加油，那我如果要空中加油这一些呢，包含到了它最多可以搭载110个人，重要是可以在核爆之后抵御电磁脉冲的攻击啊。好，一个大白话，今天如果五角大厦被反攻被给砸了，没有关系，它的第二颗大脑在这个地方，这个是被变，所以今天它降落在洛杉矶的商用机场。可以说是一个为了核战爆发而做的一项演练吗？他已经预期到，如果我去打伊朗，会不会中国，会不会俄罗斯帮伊朗出这一口气，反而用核武攻击美国呢？不只是这样，因为事实上啊，美国也一直高度怀疑这个伊朗啊拥有这个核武的能力嘛。所以你记得在去年6月22号的时候，美国不是发动一个午夜之锤的这个行动吗？当时就是针对啊这个伊朗里面啊有可能部署核设施的地方啊，
进行攻击。那时候把 B2 轰炸机啊，然后呢，甚至这个所谓的 GBU57的这个所谓的重型钻地弹啊，全部都打下去。但是呢，现在也发现到说，伊朗的军武能力啊，很有可能呢，其实没有受到他这个午夜之锤行动太大的打击，因为现在传出来说，德黑兰正在加速修复啊弹道飞弹的生产设施，还有呢，他之前受到美国攻击所受损的这个防空系统。那如果现在再回来看的时候，他也从中国进略了所谓的2000吨的这个高氯酸钠，也被认为说呢，你今天是在做飞弹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料，从中国运到伊朗的阿巴斯港嘛。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他现在伊朗整体飞弹的数量，对于美国来讲，他也会担心的原因，还有一个是刚刚提到这个午夜之锤的这个行动，本来以为说美国很厉害啊，你精准打击去打他的这个所谓的地下设施，但是呢，现在连美国国防情报局都说呢，伊朗核设施其实并没有完全被摧毁，甚至有一部分的这个所谓核设施跟它核的这个生产原料，在美国轰炸之前就转移到他处去进行保存了。画面继续走，导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午夜之锤，那个全世界惊天动地的，我们当时帮大家算过。那一个钻地弹，强力的钻地弹打下去是6、7层楼这么深的一个地底，照理讲早就已经摧枯拉朽了，如何能够还打不烂、打不死，还有时间让它转移？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在那个地底是如何的四通八达？美国现在恍然明白，伊朗居然没被我彻底斩草除根啊！其实当时这个午夜之锤啊，大家就发现到美军动用的是 GBU57的这个所谓的那个高效能的钻地弹嘛。也就是说，美国其实已经掌握到伊朗很多核设施啊，都藏在地底下，所以才使用这样的一个钻地弹。对啊。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伊朗有一个神秘的十字镐山的地下层哦。那呢，据了解，就是说，伊朗在去年这个遭到美国空袭之前，已经累积了将近有900磅重，而且浓缩到60%左右的铀。那如果你要成为这个武器级的时候，它是要到90%左右，也就等于就是说，伊朗只差一步啊。那现在重点是呢，这一批的这个900磅左右的这个浓缩铀哦，它的库存到底在哪里也不知道。而且呢，从一些的这个资讯上面来看，这个十字镐山呢，它才在这个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这个土石堆，意思就是我可能那个地下层的部分我还在不断的往下压，所以土石再把它运上来，对不对？预计它的深度有可能达到100公尺深左右啊。那我们就回来看，其实伊朗哦也不避讳，为什么？他就会把这些画面上这种核设施拍给你看，就告诉你说，对我就是有这种能力，我就是在生产制造。而且呢，面对到这个美国现在的这个很多这个压力上面来讲，伊朗啊其实也没有在示弱的啊。好，我们这画面持续走，你可以看到，今天如果川普那个午夜之锤锤完之后，居然还可以让你好整以暇在这个地方持续去运作、去浓缩铀、去发展核武的话，川普不再 K 你第二回，他还叫川普吗？名字给你倒着念，我就问了。今天如果他国内失控的抗议、血腥的镇压，了不起这把火，川普如何利用你里面在乱，我跟你里应外合，这一次真正让你斩草又除根呢？当然，伊朗也会担心，就是说你今天川普，老实讲啊，这样最近这个伊朗的这个国内啊发生这种抗议，他还有一些伊朗人说我这边是川普路啊，川普街，为什么？我崇尚美国啊，所以你知道吗？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啊，在最近发出了一张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很可爱啊，但是那个川普看起来一定会很生气啊，为什么？他居然是一个川普的石棺插画，但重点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这个地方都已经裂开了，川普的头被敲碎了，被开关了，你知道吗？而且你在上面还看到说，我这一旁还散落着是什么？你知道，代表美国国旗的星星石棺。你看这上面有没有这个美国那个白宫的这个图腾，对不对？美国的图腾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个星星都在这上面。结果你知道吗？漫画的下方标题写说什么？他说呢，其实啊，这就像法老一样啊，意思是什么？法老也会被开关啊！我就算你今天很厉害，我告诉你，在我这边我一样把你给摧毁。你看他批评川普啊，这个傲慢自大，将会跟其他历史上的暴君一样，同样会被推翻啊！继续我们要告诉大家，川普跟哈米尼恩仇更热亲，川普几次走过死亡幽谷，差一点被暗杀没命，背后都是伊朗在那边煽风点火吗？如果是的话，
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冤他一定非报不可啊！以色列的纳坦雅胡就讲说，川普选举2次啊，2次都有遇到有人要谋杀你，他就直接讲说伊朗是主谋啊，而且呢，他就提到说川普啊其实是伊朗跟他取得核武野心的这个所谓的头号威胁，所以呢才会呢都有这种所谓的暗杀事件的这个出现啊。我们刚刚看到了，现在美军快速的往中东来屯兵，一副最后倒数准备痛殴伊朗。不，真正男主角现在出场了，以色列。川普只要做一件事，放手让以色列去打的话，伊朗不就乖乖的准备要收摊了吗？而且你刚刚提到放手这件事情，事实上国际上有些预测都认为啊，这个伊朗被套在头上的美国紧箍咒很有可能会被放松哦。你看美国加密货币这个预测市场平台啊，最近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们那个平台上面都会提供人家下注，针对一些事件啊，大家呢可以讲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觉得怎么样，结果居然就有出现了一个神秘客，他下注多少？你知道？下注将近新台币啊，这个所谓的400万左右，去赌什么？赌说以色列将在1月31号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啊。那这一个神秘客之前他也曾经干嘛？你知道下注别的事情。他说呢，6月13号啊，以12日战争，他居然也下这个，结果他赢了。你知道那一起的那个最大的这个押注啊，让他赚进12万多，将近13万的这个美金。所以这时候他预言了，1月底之前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美国要出手了吗？不必等到美国出手。我刚说了，真正的男主角那个拳头是以色列。你来看看，以色列要打伊朗，哪里要经过美国同意？说打就打了。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美国在以色列头上的这个紧箍咒，其实对以色列来讲，你美国归美国，我就先干再说啊。你看哦，以色列之前轰炸这个卡达的这件事情的时候，美国也说我都不知道啊，我也觉得非常震惊啊。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当时以色列啊派遣 F-15战机啊，它飞往这个红海，而且呢用空射弹道飞弹啊去袭击，你知道吗？他们呢等到这个去通知美国的时候，是已经近距离啊，飞弹要发射时间很近的时候才说出来的。你要知道这个现场，美国最大的空军基地就在卡达，是你以色列居然在这个地方轰卡达，你是跟我老大过不去吗？他才不管嘞！而且他的做法就是，我都已经到了最后这一刻的时候，我才告诉你说，对，我要 K 了。但结果就代表是什么？可能对以色列来讲，长期这个之间的这个不满的情绪啊，你美国再怎么样，说实话，我为了我的国家利益，先做再说啊。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